大家好，我是新元。要说起佛陀的故事，无始以来，佛陀和我们一样，也在六道中轮转无量生生世世。佛说，要问我们每个人转生多少次了，这已经无法计算，只能做一个比喻。就拿我们每一生中因为伤心所流下的眼泪来说，如果这些生生世世的眼泪加起来，要比四大洲海洋里的海水还要多。我们只是因为隔世之谜和业障的缘故，没有宿命通的神通智慧，所以只能看到这一生。可佛陀自然知晓自己无量生生世世，所以才会有讲不完的佛陀故事。要说提婆达多这位尊者为什么总跟佛陀过不去呢？这话说来话长，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佛陀亲口跟当时的大众比丘们讲述的一个他过去生的故事，揭秘了佛陀全家人的生世的因缘。有一天，佛陀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对诸比丘们说道：昔日有位国王名叫婆罗奈，国王有一位太子名叫木浑。这位太子的相貌可了不得，他生有无穷的光明，又长得端正清净微妙，世间没有第二个人与他相比。父母把这个孩子当成珍宝一样供奉瞻视着，准备等他长大以后立他为国君。然而天不遂人愿，太子的舌头好似打了结一般，从出生的当时，太子不开口说话已经13年了。他把一切看得很淡漠，性情质朴，志愿如同死灰，意想如同枯木。他的眼睛不看物象，耳朵不听音乐，他的状态似乎哑巴，又似乎是聋盲人。于是太子的父母心生忧虑，开始厌恶他。国王对夫人说，该怎么办呢？这孩子将会被其他国家耻笑的。夫人回答国王，应该找一位相师为他看相，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于是国王就招来婆罗门相师给太子看相。婆罗门相师说，这孩子不是世间人，他是来迷惑世间的。这孩子的外表和行为看似端正，但内心却怀揣着不祥。不久之后，他将危害国家，消灭宗亲。这孩子不可再养着他了，你们应当活埋诛杀他。如果不除掉这孩子，国家将会断绝王位继承人。这要是其他国家，相师这番话肯定拉出去砍头了。然而在印度等级制度下，婆罗门的等级一般都比国王还要高，他们象征着最高权威的知识和智慧的拥有者，所以他们的话有时比国王还权威。国王听了相师的话，对夫人说道，该怎么办呢？如今若不除掉这孩子，恐怕以后将没有太子可立了。于是夫人也就顺从了国王的决定。国王立即招来国中的大臣共同商议，其中有一位大臣说道，应当将这孩子远远地迁徙到深山无人处。一位大臣说道，应当将这孩子淹没在深水中。一位大臣说道，只可听从相师说的，挖掘个深坑，将他活埋了。总之，他们出的馊主意一个比一个没人性。国王于是同意了最后那位大臣所说的，就从边外招来行军的士兵3000余人，让他们挖地造坟墓。太子的陪葬品有世间的资粮，还有太子生前的5位仆人也跟着倒霉，要他们一起陪葬去侍奉太子。太子生前的衣服、璎珞、珠宝全都归还太子，将一起陪葬。国王夫人还是伤心欲绝，却偏偏不得上天的帮助，生个儿子命薄，以致遭遇这样的祸殃。夫人悲伤的难以平息，鼻涕眼泪哽咽着，不能自己。夫人为太子送行，他们再次来到正殿上。国王的500位夫人见到太子长得端正俊美，世间无有第二人与他相比，都说道，太子啊，你为何就不说话呢？却要选择去被活埋呢？太子在活埋之前，宫女们各自为太子歌舞音乐，太子却沉默着，既不观看也不听闻。国王夫人又为太子送行，他们来到了外殿上。500位大臣看见太子长得端正俊美，世间无有第二人与他相比，这么活埋了实在残忍，便前去对大王说道，太子不是不能说话的人，暂且再留些天，他不久后就会开口了。但这时
婆罗门相师却说不可去听信那些大臣的话。国王便对大臣们说道：这是国事，不是卿所能知道的。坟墓竣工后，便来迎接太子。国王对仆人说道：让太子乘我的四望象车去吧，就是由大象驮载着一种四面开窗可以眺望观光的车，让国民挨着车看看太子到底会不会说话。如果太子开口说话，就载他返回。于是太子乘着国王的象车沿路前行。国中那些年长的大臣们都弯曲着身体来到车前，说道：太子啊，说一句话吧，如果你不肯开口说话，就让车子从我们的身上碾过去。护卫军扶持着车避开那些大臣，车子才得以驶过，然后又服侍着太子来到坟葬处。当时有数千万民众都跟随着太子一起前往灵葬所，大家都堵塞着灵葬的门，太子便不能再进去。护卫军驱赶着民众，在民众退却后，太子方得以前进。当时此事惊动了飞鸟走兽，他们也都前来绕坟葬3圈，坟葬的门再次被堵塞住，太子又不能前进。太子于是举起右手停在空中，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正因为不说话，所以将要被活埋。我刚想说话，又恐怕堕入地狱。我之所以不愿意说话，是想要安身，避免祸害，救济灵魂离开痛苦。但他人却因为我的不说话，相信了那些骗人的言语，说我是聋盲哑巴之人。太子说了那样动人心魄的话后，人们纷纷停下了行走，从坐姿站立了起来。他们都感叹太子实在是神圣无比，于是他们向太子跪拜，请求太子宽恕他们的过错，原谅他们的罪行。太子的仆人听到这些话后，兴奋地跑去见国王，告诉他太子已经说话了。天上地下飞禽走兽都前来倾听太子的言辞。国王听闻太子开口说话，喜出望外。国王和夫人一同乘坐4望象车前往迎接太子。太子看到父王下车，却躲避开道路。太子向父王行礼4拜后，站起身来说：父王屈尊远道而来，孩儿特来迎接。现在父子情分已经断绝，亲情已经消逝，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改变。国王对太子说：不，你聪明睿智，我不配得到你的谅解，我们一起回国吧，我将国王的位置让给你。太子回答道：我曾经作为国王，由于政策失误被投入地狱，经历了6万年的折磨。在地狱中，我经历了种种痛苦，父母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地狱中的痛苦？他们又怎可能分担我的痛苦？我受够了地狱的煎熬，因此沉默了13年。我希望远离罪恶，远离污秽，摆脱世俗的束缚，不再沾染罪孽。我希望摆脱痛苦，像鸟儿一样自由。生命如梦一场，家庭的欢乐转瞬即逝，快乐是短暂的，而痛苦却长久存在。国王知道太子坚定的决心，同意让太子追求真理。于是太子离开了王宫，放弃了王位，去山中修行。太子寿终后，进入了兜率天上。太子天上生命结束后，又投胎为迦比罗卫国的王子，最终成为了佛陀。佛陀告诉阿难，木魂太子就是我前世的化身，那位父王是净饭王的前世，太子的母亲是摩耶的前世，当时侍奉我的5位仆人就是阿诺、乔陈如等的前世。当时那位出主意要活埋我的婆罗门，就是今世提婆达多的前身。我与提婆达多之间世世代代有怨。佛陀说完这部经后，诸弟子、天龙、鬼神、帝王、人民都生大欢喜，向佛礼敬而去。大家说这个故事可不可以叫释迦牟尼佛前传？好了，这期视频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